3DO， 欢迎收看莫宝龙新一期视频。不得不说，时间过得很快，派系介绍这是最后一期了。当了这么久的 UP 主，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了这么多视频，最终发现大家还是喜欢看派系介绍。港口虽然不是 NWC 的原生种族，但是毫无疑问，它也是英三大家庭里面的一员。如果从14年开始算起的话，深渊号角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有的玩家可能觉得港口总归是差点味道，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对港口没有一个童年滤镜。之前我做过的最喜爱派系排名，港口城位居倒数第2。按理说倒数第1才是合理的，毕竟没有滤镜。那么倒数第1是谁呢？倒数第1是地狱。所以有些观众经常把喜欢地狱挂在嘴边，但是投票的时候却不见你们投。就像有很多朋友总是把下次一定挂在嘴边，实际上呢都是乖乖的投了2币呀。咱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港口城的英雄。首先是特长进攻术的库尔克斯。众所周知，2大进攻特里面有3个，但是库尔克斯开局带了一个寻路术，有点美中不足。这里可能会有朋友要问了，有个寻路术不是挺好的吗？因为这个港口的地形在沼泽，恰恰是因为它在沼泽，所以说带个寻路术没什么用。因为港口的兵走在沼泽上是没有移动力损耗的，再加上它本来攻击力就不如肯洛哈格，攻击力成长也不如，所以说用起来是完全没有肯洛哈格爽。但是无论怎么讲，4个进攻特它就是一个优质的将领。就像塔楼城的尼拉整天直板的叫，但实际用起来的话，毕竟是个钢板特，还是可以的。港口城的英雄在制作的时候要用心的多，像元素城里面的那些元素人这种纯是凑数的根本没有。港口城英雄的能力都非常在线，你基本找不到一个纯正的弯拿费。这位就更是重量级了，他叫做杰里米，一个买了就完全不亏的英雄。因为他开局带了一个加农炮，这个加农炮本身就值4000金币，而它的价格只有2500。开局是初级进攻加初级炮术，再加上3点的攻击，初始伤害是不低的。现在的加农炮升到高级炮术之后，可以造成3倍伤害。最早的时候，它的计算公式和弩车一样，也是升到高级射击2次，然后触发双倍伤害。考虑到过于变态，现在改成了射击1发3倍伤害。这个英雄简直就是买了绝对不亏，而且完全有能力进入英雄的前10名。接下来是与布朗齐名的伊洛，因为他开局也带着4级兵，只不过这个暴风鸟的数量比较保守，和布朗那样动不动开局6、7个蜥蜴不同，他开局最多只有4个。开局防御加战术，外加带着4级兵，怎么看也是一个神将。前面几个说是神将都图一乐，真要看神将还得看丽娜，一个金贝特外加理财术，就如同一个有外交术的英雄还带了一个领导术。那种很穷或者高难度的地图，丽娜基本上是万年首发。深渊号角里面理财术还加强了，升到高级每天可以获得1000块钱。反正就是你先把丽娜买出来，等以后有钱了你再培养一个主将就好。接下来这个是对标壁垒城伊沃的安娜贝尔，开局是进攻加剑术，特长的也是3级远程兵海贼。深渊号角里面港口城海贼的初始数量多的离谱，它最多可以带14个海贼，而相应的木精灵的初始数量则获得了削弱，最多也是只有4个。这种开局带10几个3级兵，而且是输出不低的3级兵，开荒有多么恐怖我就不再过多赘述了吧。港口城的英雄质量基本上只有地下和墓园可以和他掰掰手腕。港口一直被人称作小城堡，但是他在英雄的整体质量方面要强于城堡。这位也是个重量级，他是一个泉水精灵特，他叫做卡西奥佩亚。泉水精灵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弱化版的小蝴蝶，因为它没有不受反击，但是升了级之后有8速，再加上它的特长能够到达9速。这个英雄基本相当于乍一看貌不惊人，想一想觉得很强，实际用起来的话也就那样。开局进攻加战术，1级兵特里面排在莎莎和骷髅王后面应该是很合适，基本上属于一个好将，一个中上游的将领，但是称不上是一个神将。看了这么多主将苗子，我们再来看一个优质的副将，他就是米利安，特长侦察术。看看人家这个技能，侦察外加后勤，完全就是一个探路的优质副将。虽然一直有人说蝙蝠侠这个东西你买出来探路的话非常不错，但是和米利安相比呢，还是小有差距呀。一个职业它不仅得初始技能好，它的这个技能树好也是重要的一环。理论上港口城出水系的概率很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港口城的这些水手出土系的概率也不低。最后一个是港口城的航海特埃尔默，
毕竟港口这种在水里面的派系，它没有一个航海特还真的是说不过去。航海特最重要的就是它在海里面移动距离很高，并且埃尔默开局就是中级航海术，比那些初级航海的要先进一点。可能大家也发现了，港口城里面的这些水手将领没有一个是混子，除了杰里米之外，他们普遍都很强，但是没有强到破坏平衡，在英雄强度的把控程度和用心程度上要比元素城要好得多。之前的港口到最近出的工厂，这两个派系各有特点，而且设计的非常完善。说实话，一个新派系设计的用不用心，玩家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里对鹰3原版种族元素城进行不点名批评。港口城的法师职业是领航员，他们也是以水系魔法为主，这里面纯正的万能费基本没有。像卡斯梅特拉这种开局有一个4系魔法的，绝对是一个强将。首先，海洋女巫这个兵种战斗力确实不错，然后卡斯梅特拉又是港口城的颜值巅峰，用来当首发的话也不错。接下来这位，他特长镜像，如果开局有一个初级水系的话，这个强度就爆表了。虽然说现在他的强度排个前10也是完全没问题，他的特长也是比较好理解，就是每场战斗使用的第一次镜像会出2个复制。工厂族我玩了这么久，觉得真正的最强外援还是艾瓦西斯。简单说就是镜像的蜘蛛也可以自爆，镜像的工程师也能修理，镜像的魔暴龙也能放技能。看了这么多好用的，当然港口也有一些让人不知所云的将领。这位史宾特特长魔力，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实际上他就是来凑数的。但是你凑数也得好好凑，你一个魔力特开局1点力量，这好吗？这不好。人家地狱城的泽达都知道啊，我得2点力量才能成为一个魔力特。虽然毫无特点，但是呢不拖后腿，他就是一个不错的将领。接下来这个是港口城的资源特安道尔，特长加1水晶。游戏里面萨菲罗斯也是一个水晶特，两者相比的话，很显然是萨菲罗斯更胜一筹。水晶特无疑是非常具有战略地位，你在玩据点和壁垒的时候都非常需要。而新出的工厂族也是一个水晶大户，安道尔当一个副将非常不错。当然让我选的话，还是选萨菲罗斯。接下来是火球特，虚假的火球特有个不知所云的领导术，开局的魔法值不够释放一次连珠火球。真正的火球特开局有个火系魔法相辅相成，但是这个火球的伤害怎么看也是小有不足。但是这种英雄如果放进地狱的法师里面，地狱的一众异教徒都能残哭了。这种英雄如果放进元素城的话，那特长高低得是你的火球伤害加倍。但是伤害加倍的话，就和流星火雨伤害差不多了，显然是有点破坏平衡性。接下来这个 UP 主基本没有用过，他就是奇拉，特长亿万大法。他的这个特长呢，看上去没有什么卵用，实际上呢也是一点用也没有。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亿万大法持续时间翻倍，但是这个技能前期不适合用，到了后期你也根本不缺这持续时间，所以说这基本就是一个初始带着亿万大法的白板。开局技能是智慧加干扰术，一点特色也没有。不过虽然没有特色，但是起码不窝囊。这位阿斯特拉可能是港口里面最万能费的一个。特长疗伤，这个疗伤的计算公式和壁垒城的尤兰德一样，但是疗伤这个技能到了后期用的话，基本是用来解负面 buff 的。这个特长可以说基本没用，再加上还有一个摸不着头脑的幸运术，可以说是十分垃圾。这位达盖姆可就不一样了，他特长的是大气神盾，开局还有一个战术。战术这个技能最好用的时候反而是前期开荒，你像游戏里面的战斗法师特洛克，开局有一个战术就非常不错。大气神盾在原版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箭塔射它会增加伤害而不会降低。深渊号角把这个 bug 修复了，到了后期你套个大气神盾去攻城还是不错的。港口能被叫做小城堡，一是因为它的英雄质量很高，二是它的兵种确实过硬。之前的全兵种周产斗蛐蛐，港口城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它除了打不过城堡之外，打其他的派系基本都能占得上风，所以说这是字面意义上的小城堡。港口的神奇建筑是启明星，除了增加产量和金币之外，它还可以使全地图的所有地形都成为港口的优势地形。战斗的时候，优势地形最差也能提升你的港口生物1点攻防和1点速度，比一些只能在守城战当中提升你英雄属性的要好得多。那么接下来我就从兵种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港口非常像城堡。港口的1级兵是海洋精灵，
这个兵种的定位整体上像是一个弱化版的小蝴蝶，属性比小蝴蝶高，但是升级之后没有不受反击。这个兵种卖得很便宜，而且机动性很强。没有升级之前，你可能看不出它输出怎么样，升了级之后输出非常高，1到3的杀伤力，外加6点攻击，输出已经全面超过了小怪物洞穴人和大耳怪。但是呢，这个生物也就只能在开荒的时候发光发热了，真要决战，它是完全比不上带兵和半人马。但是港口城也有属于自己的带兵，那就是水手。你单一看的话，没有任何特色。属性方面，除了杀伤力2到4之外，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白板。但是它作为一个2级兵，有一个兵种生产建筑，这样的话一周是22个，15点生命值。你和战斗矮人相比，确实是有点脆。但是呢，它的这个数值放在2级兵里面算是很肉的了。升了级之后，杀伤力变成了3到4，攻防在2级兵里面也是平均水平，而且速度是6点。这个兵种前期可能不大喜欢用，但是到了后期绝对是一攒一大堆。决战的话，它和戟兵发挥的作用差不多。然后是3级兵，它的定位和神射手大精灵非常像，它就是海贼，它可以升级2次。杀伤力在3级兵里面属于不错的水平，但是生命值只有15点，和大精灵一个德行。尽管他是一个射手，但是手里的手枪装弹不够，他的弹药量只有4个。一阶升级之后，他的弹药量也没有改善，只是提升了2点攻防和1点速度。每次我看到这么一个脆皮射手有近战杀伤力不减和不受反击的时候，总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海盗在升级1次之后，他就卖275金币，在3级兵里面就很贵了。3阶升级皇家海盗，那更是一个吃金大户，卖375金币。皇家海盗厉不厉害？毫无疑问，它很强，但是它值不值这个价格呢？毫无疑问，不值。它的这个精准射击，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远程版的死神之眼。这个兵种在你前期不会转世重生，而且没有财富自由的时候，千万不要升级。你有那个闲钱，还不如买个暴风雕。港口的4级兵，我觉得是最完美的4级兵。它既有飞马的高机动性，还有浩南哥的输出。关键是这个兵种卖的也不算贵，而且它还有兵种生产建筑，每周11个。30血作为一个高速飞行兵来说，并不算脆。没有升级之前，它就是一个大号的飞马。升了级之后，它多了一个嗜血的技能。这个嗜血技能类似于5代的顺劈斩，只要它的攻击消灭掉至少1个敌人，它就会再攻击一下，完美解决了浩南哥机动性不强的情况。港口城的核心兵种没有之一。然后是5级兵海洋术士，这是一个全方位超过了祭司的兵种。它杀伤力比祭司高，生命值也比祭司肉了5点。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法师他是真的会释放法术。他第一次攻击的目标会释放一个初级的虚弱无力，降低3点攻击，然后就是释放毁灭之光。等到虚弱无力持续时间结束之后，再释放虚弱无力，然后继续毁灭之光。升了级之后，他释放的法术就变成了终极版本。这个兵种在开荒的时候，你可以多分几队，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一个目标重复的释放毁灭之光。价格方面卖565金币，在5级兵里面也并不算贵。港口城前5级兵整体质量是要强过城堡的，只不过这种强是价格的强，而不是性价比的强。换句话来说，就是用金币砸出来的。到了6级兵和7级兵这里，港口和城堡的战斗力才算是真正拉开了差距。他的6级兵鱼人是要塞城最喜欢的兵种，这个兵种移动速度也并不慢，而且属性也不低。升到高级之后，敌方的生物如果攻击鱼人，会降低60%的攻击。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大天使攻击鱼人战士，相当于他的攻击力只有12点。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超级肉的肉盾。港口城的低级兵算是比较脆皮的，鱼人的存在很好的保证了港口城后期决战的实力。但是还是那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个鱼人战士和一个白旗摆在那里，我想绝大部分玩家还是选择拿一个白旗，毕竟鱼人战士着实是有点笨重。他们的7级兵深渊海蛇，在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觉得这个兵种可能一般，但是你实际用起来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大号的闭门巨兽。这个兵种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极度依赖于升级。它不像小恶魔、赤龙、小天使、比蒙这样，即使是不升级也能左右战局。它在不升级之前只有一个30%的中毒，这个中毒和飞龙王那个一样，再加上这个颜值确实是小有不足，完全没有买的欲望。
升了级之后就不一样了，这个皇家海蛇生命值变成了300，12点的速度也是除了水晶龙之外陆地生物移动力之最。尽管你一眼就看出它的防御力很低，但是呢，你得分和谁比。你像比蒙巨兽这种，尽管它的属性非常扎实，但是它的攻防也只有19点。关于深渊海蛇的复仇，我在之前也是专门出过视频来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恐惧之处。整体来讲，深渊海蛇就是一个大号比蒙，港口城的兵种和英雄强度都非常不错，他们里面绝大部分的兵种都属于用着很踏实的类型。并且港口城的魔法塔也是最高可以建到4级，魔法方面和城堡也是同病相怜。很多朋友都在吐槽城堡的魔法配置不怎么样，而港口这个难兄难弟，它的魔法配置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抽空开几局港口试试，体验感和城堡差不多。整体上港口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那么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谢谢朋友们。